婚前同居，你以為最大矛盾是誰洗碗，誰打掃衛生？你天真的以為你們會為了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，然後笑着和好，把這個過程叫做磨合，直到你們躺在同一張床上，關了燈，房間裡安靜的只剩下2個人的呼吸，才感覺到你們之間隔着一條銀河。其實所有關於生活習慣的差異都只是小打小鬧，真正的照妖鏡要等關燈之後才現形，它照出來的是親密關係裡最赤裸、最尖銳也最難開口的那個真相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月下談心，我是 Maggie。今天扒一扒婚前同居的殘酷真相，性才是檢驗感情的終極標準。看完這期，你會明白為什麼很多情侶同居後反而分手。試婚這個詞你肯定也聽過吧，聽起來特別美好，像是給婚姻買了份保險。如今婚前同居在年輕人裡非常普遍，大家都覺得這樣可以提前看看彼此到底合不合適，共度一生。我的閨蜜小文和阿哲就是這麼想的。他們戀愛3年，感情好得不行，對未來也有着相同的規劃。在所有人眼裡，他倆簡直就是天生一對。搬進他們精心布置的小家時，小文還興奮地跟我說，這簡直就是婚姻的正式彩排，我們肯定能拿滿分。一開始確實如此，他們跟所有熱戀中的情侶一樣，在小廚房裡一起做飯，在沙發上裹着同一條毯子看電影，甚至為了今天誰洗碗猜拳決定。那些我們想象中會發生的習慣碰撞根本沒出現。阿哲會主動把小文亂丟的襪子撿起來，小文也會記得給阿哲愛玩的遊戲機充上電。他們都為對方的包容和體貼感動，覺得離滿分婚姻又近了一步。可誰能想到，這份美好一關上臥室的門就開始不對勁了。起初只是小摩擦，阿哲工作了一天回到家，看見穿着可愛睡衣的小文，就想立刻抱住親熱，想要那種直接又熱烈的親密。但小文剛處理完一堆煩心事，累得只想癱着。他更想要的是靠在阿哲懷裡聊聊天，分享一天的委屈和快樂，需要先給感情熱熱車。阿哲的直接在小文眼裡就變成了猴急，是不顧他的感受，而小文的閃躲在阿哲看來就是掃興，是在拒絕他。漸漸的，這種摩擦變成了大矛盾。阿哲開始覺得，為什麼每次想要親熱都像是在求他，得看他臉色，得小心翼翼的試探，這讓他感覺特別挫敗。而小文呢，心裡全是委屈，他怎麼就不懂，我不是不想要，我只是需要更多的情感鋪墊啊。他為什麼就不能先關心一下我的心，再來索取我的身體呢？白天裝得越甜蜜，夜晚的沉默就越是震耳欲聾。他們躺在同一張床上，背對着背，各自刷着手機，那條看不見的銀河變得越來越寬。小文開始徹夜失眠，他盯着天花板想，我們還愛對方嗎？如果我們連最親密的事都這麼不合拍，那我們真的適合結婚嗎？小文和阿哲的故事並非個例，它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真相：當一個男人視覺驅動的衝動遇上一個女人情感慢熱的需求時，性就成了一面最狠的照妖鏡。它照出的可遠遠不只是慾望的差別。首先，它照出了男女思維的巨大鴻溝。從生理和心理上說，男性和女性在性這件事的認可上，簡直像2個物種。男人的性慾由荷爾蒙驅動，是直接的生理需求，來得快，一點燃。而研究發現，女性的性慾和情緒、安全感、情感連接深度綁定。簡單說，男人是感官動物，更重視身體的享受，容易一觸即發；而女人是感覺動物，她們需要感情升溫和氣氛到位。
一個男人可能會覺得一場酣暢淋漓的性愛能解決所有矛盾，但對女人來說，如果心裡的疙瘩沒解開，那身體是無論如何都熱不起来的。當這種根本的差異沒被看見，也沒被好好聊過，性就從愛的表達變成了權力的鬥爭。其次，性這面鏡子照出了你們溝通的真實水平。很多情侶什麼都能聊，聊工作，聊電影，聊去哪兒玩，但就是沒法開誠布公的聊性。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，讓性成了一件羞於啟齒的事，害怕一談這個自己就顯得不正經，又怕表達需求會傷到對方的自尊心。於是我們只能用沉默、躲閃和不耐煩來表達不滿。但這種猜謎式的溝通是親密關係裡最毒的藥。他不知道你為什麼不高興，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沮喪。你們都在用自己的邏輯去猜測對方，結果就是誤會越來越深，性生活不和諧。很多時候根本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敢不敢承認脆弱，說出慾望，袒露真實需求的溝通問題。最後，它照出的是你們之間有沒有真正的共情和尊重。良好的親密關係是全然的看見和接納，是我懂你的累，願意等一等，你懂我的渴望，願意配合。如果他只在想要時甜言蜜語，完事就倒頭大睡，他愛的是你還是你的身體？如果他總對你的主動愛理不理，把你的慾望當負擔，你感受到被珍惜了嗎？這面鏡子從不撒謊，讓你看清自己是被愛的獨立個體，還是僅僅一個滿足對方需求的角色。那麼當這面照妖鏡出了問題，我們該怎麼辦？是假裝看不見，還是乾脆把鏡子打碎？我們再回到小文和阿哲的故事，我幫小文分析過以後，在又一次不歡而散之後，小文終於鼓起勇氣對阿哲說：我們能聊聊嗎？我覺得我們之間出問題了。那是一次極其艱難的对話，他們都紅了眼眶，第一次把那些憋在心裡的委屈、挫敗和疑惑全都倒了出來。阿哲這才知道，小文不是不愛他，只是白天的壓力讓他沒法立刻切換到親密模式。小文也終於明白，阿哲的猴急背後其實是對被拒絕的恐懼和不被需要的失落。這次對話是他們修復關係的開始。他們約定每周專門找個時間談心，不帶任何目的的聊天、擁抱。阿哲開始學着在親密前給小文更多的情感鋪墊，哪怕只是一個長長的擁抱，或者一句“你今天辛苦了”。小文也開始試着主動，當他有想法時，會更直接地告訴阿哲，而不是讓他去猜。隔閡感慢慢融化，他們發現性可以學習，愛可以練習，但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圓滿結局。如果你們試過溝通，努力理解，卻發現核心需求根本無法調和，他要火焰，你要溫泉，硬湊只會彼此痛苦。這時承認不合適，和平分手，不是失敗，而是負責。婚前同居的意義就在這兒，讓你在付出更大沉沒成本前看清真相，及時止損。所以婚前同居到底是不是婚姻試金石？答案可能讓你意外。研究發現，婚前同居和更高離婚率存在關係。長期調查顯示，有同居經歷的人，婚姻穩定性往往更低。不是因為感情不好，而是同居讓你們提前進入夫妻模式，卻沒有婚姻承諾。出現問題時，你們習慣將就，而非認真評估是否適合結婚。結果是，本該在戀愛階段結束的關係被拖進了婚姻，而真正的問題被延後到了婚後爆發，最終離婚風險反而更高。而性這面最狠的照妖鏡，會毫不留情地把你拉回現實，
逼你去看那些被熱戀甜蜜所掩蓋的深层問題。你們的溝通模式、共情能力以及三观到底匹不匹配？它很残酷，但也算一種慈悲，因為它在让你做出那個法律上、情感上都更重大的承諾之前，給了你一次看清對方也看清自己的機會。我是 Maggie， 在月下談心這個小小的空間裡，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討這些難題。如果你也正在經歷類似的困擾，請記住，你不是一個人。這面鏡子雖殘酷，但照亮了通往真實關係的道路。評論區分享你的故事，你被這面同居照妖鏡戳中過嗎？是怎麼修復關係，還是選擇及時止損？你的分享可能給迷茫的人帶來光亮。看清真相是為了做出更不後悔的選擇，無論這個選擇是兩個人繼續攜手學習如何修復裂痕，共同成長，還是勇敢地承認不合適，各自奔向更好的未來。直面問題永遠比逃避問題更有力量。別忘了給視頻點讚，分享給正在同居或準備同居的朋友，訂閱月下談心，點擊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